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黄哥。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深圳华强北。在这里，你可以拿到当下最新款、最畅销的手机，而它的拿货价格呢，也会比你去实体店里面或者官网上面看到的价格更低、更便宜。每年的第4季度开始，也就是说每年的9月份，各大手机厂商都会发布自家的旗舰机型，来争取全年的一个市场份额以及最终的一个营收状况。而今年的9月份呢，也不例外，苹果发布最新一代的 iPhone 13系列，而以安卓为阵营代表的三星则发布旗下最新款的折叠3代系列。为什么小黄哥要单独说这两家发布的机型呢？因为这两家手机厂商发布的机型呢，都具有市场风向标。每年的 iPhone 系列发布之后呢，很多厂商都会对它进行分析研究。而最近这2年开始流行的折叠机系列呢，最早也是由三星研发的。国产手机品牌里边，现在只有华为和小米开始研究，但还是处于1代研发周期里边的产品。不得不说，在手机设计和研发领域里边，三星和苹果还是处于一个相对领先的地位。 iPhone 13在明天就要开始发售了，很多提前预定的小伙伴们，相信明天在看到我这条视频的时候，可能你们就已经拿到苹果13了。目前在官网预定的已经要排到1个月以后才能发货。不得不说，华强北真的是很厉害。如果有想提前感受 iPhone 13魅力的话，可以向小黄哥咨询。都说12没有13香，而今年发布的13，从外观照片来看，却与12没有相差特别大的地方，仅仅是处理器与摄像头上面有所升级。但有一点令人惊喜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发售价格对比老款的12降低了好几百。有消息说这是苹果的一个营销策略，说是趁着华为5G 芯片的短缺来抢占它的市场。不得不说，库克的营销策略还是非常厉害的。目前三星的第3代折叠屏手机呢也已经上市，前几期的视频小黄哥也有给大家讲过它与2代之间的外观、配置、价格差异。如今新机型才刚刚上市几天，二手机市场就已经出现了二手的3代折叠屏，感叹一句，土豪还是太多了。这些在我们眼前里面感觉是很高端的机器，在他们手里边不过是玩物吧。好了，废话不多说，接下来呢就跟随小黄哥的镜头看一下小黄哥在市场上面又淘了些什么机型，以及他们对应的市场行情又是怎么样的。现在我们来到这家档口呢，来给一位湖南的老铁挑选一台美版的12 Pro Max。由于美版的苹果机型呢采用的是单卡配置，对比国行和港行双卡的来说，存在有价格差异。同样内存配置的机型基本要相差1000多块钱，但是在使用上面它们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我们挑选的这些机型呢都是无锁的，不是那种有锁的。有锁的机型目前对比无锁的虽然说便宜点，但是它有一点不好之处，就是在于不能还原抹除系统。而这种无锁的机型呢就不存在这一缺陷，可以说是插卡即用，系统呢也是随便的还原抹除，随意升级。起初这位老铁呢也是很介意花7000来块钱买一个二手的，就要求我尽量给他挑那种准新机的成色，虽然说价格稍微高一点，但是这样呢他心理上会好受一点。我们给他挑选的这台机器呢都是新机，充电只有个位数，而且官方再保300天左右，可以说是准新机的一个成色，只是少了一些盒子配件。当然了，这些机器拿货也要比那种纯粹的二手机价格也要贵上一点点。目前这个256G 配置的准新机市场行情还要7000出头的一个价格。当时呢我也有劝过这位老铁，为什么不等上1-2天拿13呢？但是他告诉我13出来的时候肯定也是非常贵的，就好比去年12 Pro Max 上市的时候也是要1万多块。更重要的是它的价格持续了将近1年的时间，到现在为止全新机还有将近9000多，将近1万的一个行情，而且外观配置也几乎没有太大区别。虽然说这是一部老款机型了，但是在使用上面呢也是几乎不受任何影响的。最主要的是它的价格便宜啊，1年不到的时间，现在可以说是打对折入手12 Pro Max， 也算得上是一个性价比的机型吧。如果你有6-7千的预算，你是买老款的12系列呢，还是买新款的13？欢迎下方留言评论。